大荒选夫，我挑了全村最凶的煞星。全村人都听着，大旱3年，咱们这就拔营往荒州逃。路上9死1生，官府发了录影，必须以户为积德结伴。那些死了爹娘的孤女，今天必须给自己找个主家嫁了。谁要是落了单，村里可不管饭，直接留下来等死。头好疼，难道我穿越了？原主父母双亡，家里仅剩的半袋粗粮早就被大伯一家抢空了。如今逃荒在即，他们甚至还想把我卖掉换口粮。孙哥哥，婉儿无依无靠，若是你不嫌弃，婉儿愿跟在你身边，给你做牛做马，伺候笔墨。妹妹说哪里话？这一路风餐露宿，你便跟在我身边，做我的平妻吧。我孙家保你一口饭吃。哎呦，这可是婉儿天大的福气呀！婉儿从小就看着是个有福的，跟着孙秀才，将来可是要当官太太的。上辈子我眼瞎嫁了个短命鬼，这辈子我重生了，自然要牢牢抱住孙哥哥这棵大树。至于林初那个蠢货，我看他今天怎么死。楚丫头，你也别愣着了。这是隔壁村的王老头，人家家里有半袋高粱面，还有辆板车。你嫁过去，好歹不用走路，赶紧去把名帖换了。嘿嘿，小丫头片子，跟了老汉我保准疼你。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也配？孙秀才下盘虚服，王老头一脚踏进棺材，其余村民瘦弱麻木。咦，这个好像还不错。死丫头，你疯了？你不会想去招惹那个煞岁吧？霍战，缺媳妇吗？我选你。这林初怕不是饿疯了，居然敢选霍煞星。霍战穷得连自己的侄子都养不活了，她嫁过去不是找死吗？我没粮，我自己都吃不饱，还要养2个孩子，跟着我，你会饿死。我不需要你养，我能找吃的，我不会拖累你。我看中的是你这副能扛事的身体，只要你肯护着我，我保证你们叔侄3人能活着走到荒州。这笔买卖做不做？好，把他的名字记在我的户籍下啊！我霍战接了。真是个蠢货，老娘倒要看看跟着这个穷鬼煞星，你能活过几天？初妹妹，既然你选了这条死路，那姐姐只能祝你下辈子投个好胎了。霍当家的，走着。坐稳。前面有个干喝的河床，你们在这儿待着，我去翻翻石头底下，看能不能挖出点水来。死丫头，刚才在村长面前不是挺能耐吗？怎么霍煞星一走，你这口硬气也跟着散了？娘，别跟他废话，刚才我已经跟隔壁村的王老头说好了，只要把这贱丫头绑过去交给他，他不仅给咱们半袋高粱面，还能让咱们坐他的板车。大宝，快把他手脚捆上！丁，检测到古代流通最金属，白银1两，末世废土交易系统正式激活，物品回收成功，兑换交易点100点。系统，银镯能换点数，这些东西是？新手商城已为您敞开。这具身体饿得太久，低血糖犯了，根本不听使唤。先换红糖稳住身体，再换短刃脱身，兑换古法高浓缩红糖块，麻绳缠柄黑铁短刃。丁，扣除20点，剩余80点。物资已发放至宿主袖口空间，可意念提取。小贱人，你找死！你手里哪来的刀？再动一下，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买命钱。镯子我收了，再敢靠近我，下一次收的就不是东西了。谁干的？兑换风干野猪肉干乘2，粗糙兽皮水囊装满山泉水乘1。丁，扣除30点，当前余额50点。刚才说好的搭伙，你负责找水。不过看来你的运气不还行，我自己悄悄藏的保命粮，敢吃吗？霍当家的。我答应过，你管饭，我保你这一路安稳。谁敢动你，我砍了他。孙哥哥，我实在是渴得受不住了，能不能给我抿一口水？喝什么喝？这水是留给我儿润嗓子的，他可是咱们村唯一的秀才老爷，将来要考举人的。你一个还没过门的倒贴货，有什么资格喝？忍住，只要熬到荒州，孙哥哥一定能飞黄腾达。到时候我就是官太太，要让这死婆子给我倒洗脚水。我在这受苦，林初那个蠢货肯定更惨，跟着那个穷鬼煞星，连口水都讨不到。这会儿指不定已经被他打死，或者饿死在哪个山沟里了。没锅，我用树枝把这蛇串起来烤。别烤，这蛇虽然有毒牙，但肉质极好，直接放在火上烤。蛇油全滴在火里浪费了，得炖。
没锅没盐，白水煮，有腥味儿。刚才过来的时候，我看到那边有个废弃的流民死人坑，还有些烧黑的火堆印子。我去那边解个手，顺便翻翻，看能不能走狗屎运，捡点前人漏掉的破烂。你在这儿看好火和孩子。黑灯瞎火，不安全，我陪你。不用，就在那块石头后面，有动静我喊你。兑换破旧的黑陶粗瓦罐，粗制岩盐，风干野山椒与八角碎。扣除15点，剩余35点，物资已发放。破绽，你看我挖到了什么？前头死人坑里有个半埋的土灶，我寻思刨开看看，结果真让我从死人堆底下翻出了个破瓦罐，那尸体怀里还死死抱着个布包。我一打开，你猜怎么着？竟然是半包粗盐和一点干辣椒。你这命够硬，也够大。那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加水。不管他这些东西究竟是怎么来的，他既然愿意煞费苦心的找借口掩护，还要把吃的分给我们，那他霍战这条命，就算是彻底卖给他了。肉是肉的香味儿，谁家在炖肉？这是从哪里传来的？火煞星那边有肉味儿。不可能，林初那个蠢货跟着那个穷鬼，怎么会有肉吃？一定是霍战今天走了运，在山里撞见了野物，他不过是跟着捡了便宜。走，那死丫头可是我们林家人，她吃肉凭什么不孝敬长辈？我们去要。有人来找死了。越过这根木头者，死！凭什么？我为了当官太太，在这里低三下四喝泥水，那个被全村抛弃的人，凭什么能吃香的喝辣的？滚！霍当家的，跟你通个气儿，从今天起，这席子底下就是咱们的百宝箱，不管我从里面掏出什么，哪怕是天王老子问起来，也只能是咱们沿途捡的或者抢的，明白吗？你说是捡的，那就是捡的。谁不信，让他来问我。大家伙都打起精神，脚步放快些。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男的滚蛋，女的留下，所有的板车和口粮全给老子卸下来。哟，这逃荒的难民里，居然还藏着这么个细皮嫩肉的小娘们儿！别杀我！大王，这女人给你们，牛车也给你们，放我走！孙哥哥，你去把那辆车上席掀开，裹得这么严实，肯定藏了粮食。兄弟们，并肩子上，乱刀剁了他！躲好，别出声。系统回收，丁，检测到碎银48两，金簪1只，折合古代财富能量。系统封印松动充能中，偏余额1865点。系统立刻兑换100斤带壳粗糙陈米，30斤劣质风干老卤肉，2个大型兽皮水囊，2把古代击破短弩，2件粗布防刺马甲。丁，古代短弩600点1把，粗布防刺马甲250点1件，共计扣除1700点，剩余165点。武器和符具果然比吃食贵得多，剩下这些不能再乱用了。霍当家的，快来看，这帮山贼富得流油，他们打劫了别人，居然攒下了这么多陈米和腊肉，怪不得要堵在这儿。粮食是粮食啊，见者有份儿。这些山贼是我们全村一起遇上的，这口粮是我们孙林村的，快抢啊！对，见者有份儿。谁说是你们的？人是我杀的，东西是我婆娘翻出来的，谁想拿，用命来换。把物资都搬上车，盖好。霍当家的，咱们这下可真发大财了。推着咱们的战利品走着。好。不过是抢了山匪的一点存粮，能撑几日？忍住。黄州落户之后，功名、田地、户籍才是真正的活路。林初现在吃的再好，也只是耗空一层那点抢来的东西。等到了荒州，他就会知道，靠一个煞星和一辆破车，撑不起后半辈子。不好了，村长！前面流民成千上万的流民潮全疯了，逢人就抢，见人就杀呀！跑，快跑啊！大难临头，他竟然拿我挡在。大宝，快上那辆车，那是我们老林家的车。林初，滚下来！这车上的粮食是我的，让我上去躲躲。大宝，想活命的全都进来！女人孩孩往里躲，能喘气的男人拿东西堵口，都别乱跑。锄头、扁担、枯枝全都架到车沿上，肩头朝外，别想着冲出去，只要别让他们贴到车边就行。点火！
不是只会死磕的莽夫，而是懂得利用野兽心理的顶级丛林之王。霍当家，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深不可测。到了，终于活下来了！爹娘，咱们到荒州了。下一个，孙林村的。朝廷有令，所有流民一律安置在城外30里开外的卫所荒区。上等夯地10两银子一亩，下等荒地按人口100分。要买好地的掏钱，没钱的直接拿牌子去下等区。大人，小老儿买1亩上等水一地，另外乃是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您看这安置……哦，既然有功名，那便不能和这些泥腿子混在一幢。这块靠近百花镇，安着河沟的好地，就算你们一家的了。多谢大人，多谢大人。是我选了霍战，被带去那片荒地，差点饿死在冬天。可孙秀才后来靠着这块有水的屌眼，还攀上了荒州府的关系。这一世，我绝不会再选错。孙哥哥，先前在孙林村，全村人都看着你选了我，如今到了荒州落户，户册一落就是官府认定的根。若我的名字还孤零零挂在外头，旁人不会说我命苦，只会说孙家当众许诺，转头不认。你少拿名声压人！婶子，我不是来争的，我只是替孙哥哥着想。孙哥哥将来是要考功名的人，最怕的不是一时多养一个人，而是刚到荒州就落下个薄情寡义的名声。名分可以等安顿后再说。眼下把我的名字写进孙家户部，我能帮婶子料理家事，也能替孙哥哥遮住村里那些闲话，对孙家没有坏处。大人，这是我未过门的妻室，劳烦一并记在孙家户籍之下。成了，我不是求孙家收留，我只是用上一世摔出来教训，替自己重新抢下了一条活路。至于孙家这些人，等他站稳脚跟，谁借谁的事还说不准。你们要买地还是分地？系统开启地形扫描分析，叮，扫描完毕。地图西北角黑石岭区域，检测至极为丰富的地表浅层露天煤矿资源，以及富含磷钾元素的火山灰黑土沉积层，且地下15米处存在大型活跃地下暗河，极度宜居、易种、易暴富。大人，我们要这块黑石岭。你要黑石岭，小娘子，你莫不是疯了？那黑石岭寸草不生，满山都是黑漆漆的石头，连根杂草都种不出来。去那里安置的流民，10个有9个都饿死了，那是块出了名的死地呀！黑石岭，我记得这个地方，前世也有人被分去那里，没撑过一个冬天。那地方没有水，没有粮，满山黑石，连野菜都挖不出几根，是荒州出了名的死地。可看着林初那副笃定的模样，难不成有什么猫腻？姐姐，你可想清楚了，黑石岭不是寻常荒地，那地方死过人，连逃荒来的流民都不愿去。你若是一时赌气，害的可不只是自己，还有霍当家和2个孩子。林初，你别后悔，这条死路是你自己选的。霍当家的，全村人都说那是个死地，你觉得呢？你指哪，我去哪，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给你捅平了。大人，这黑石岭既然是没人要的死地，这2两银子够买下多少地盘？够，太够了！不仅黑石岭这座山头，连带着山脚下那300亩荒滩，全归你们了。白纸黑字，钱货两讫，绝不反悔。成交。石头比土还多，种什么死什么，有肉不吃，偏挑死路走，这不是自找的吗？霍煞星再能打，也能把石头变成2口子，怕是真被逃我不脱。原来所有人都看得出来，黑石岭不会给人第2次机会。既然姐姐这么有把握，那妹妹就等着看了。只是黑石岭夜里封印，姐姐可千万别还没建起庄园，就先被那片死地耗空了身子。林婉，好好守着你费尽心思选来的前程，冬天别冻死，睁大眼睛看我是怎么在这块死把你们所有人甩在身后的。黑石岭就是死地，这一点前世早就证明过。霍战，咱们回家。坐稳。后悔了？没有，只是在想今晚要在哪里给你搭个挡风的棚子。霍当家的，你信不信？不出3个月，我会让整个荒州府的达官贵人排着队拿着银票来求咱们卖这些黑石头给他们。这土看着死，其实肥得很，只要水跟上，种子落下去，不出几日就能让他们看见什么叫死地翻青。我把这点水留给你们。这海石岭没有水源，我刚才看了地势，往东走10里地，应该有一条从百花镇流出来的干河沟。我去碰碰运气。你带着孩子躲在坳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千万别出声。霍当家的，谁告诉你这黑石岭没有水的？扣除50点。启动地脉精准扫描，消耗50焦1点。丁，岩层断裂带下方3尺处存在高压地下暗河水眼。跟我来。就这儿，往下挖，无论挖出什么石头，砸碎它，一直往下挖。好。这个男人的执行力和信任度，简直可怕到了极点。有水，真的有水，甘甜、清冽，这是真正的地下神泉。他到底是什么人？不管他是什么人，他是我霍战用命护着的婆娘。有水了，这死地活了。霍当家的，我说了，咱们这黑石岭可是块风水宝地。得生火，这风太邪，孩子们扛不住半宿。我去山下找找有没有没死透的荆棘根。
用不着那么麻烦，满山都是上好的燃料，何必去舍近求远？石头，这石头能烧？系统，花100交一点兑换古法精选耐寒冬麦种。水有了，火有了，现在咱们该种地了。这地里的黑土虽然掺了石头，但肥力极高。明天一早，咱们就开始翻地。我要在入冬前，让这300亩死地长出整个荒州最绿的麦苗。好，你指天，我便把天捅个窟窿。这片地，我霍战为你开。孙哥哥，水温正好，你明日还要去镇上拜见那位书办，别受了寒。还是你懂事。林初如今大概也该知道白日里逞的那些硬气，在真正的寒夜和饥饿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也许他现在正缩在破席子底下，守着见底的水囊，后悔当初没给自己留一条透路。婶子，棚里的柴快烧完了，我去土坡后面再拾些枯枝回来。哼，快去快回，别想着躲懒。要是冻着我儿，看我不揭了你的皮！知道了，婶子。林初现在怕是连火都生不起来了吧？林初，你白日里那么硬气，我倒要看看黑石岭的寒夜能不能把你的骨头也磨完。不可能，这地方怎么会有水？黑石岭怎么可能长出麦苗？前世明明记得这里是死地。谁在那里？我本以为他会很惨，可他有水，有火，还有屋子，还有麦田，连肉香都有。他竟过得比我还好。堂妹，这么冷的天，特意走30里路来看我。姐姐说笑了，我只是听说黑石岭偏僻，怕你们缺水缺粮，特意过来看看。那你看见了？这地你是怎么种出来的？有手有脑子，再加一点运气。堂妹若是饿了，倒也不是不能讨一口热汤。不必了，孙家那边也不缺我一口吃的。那就好，既然你觉得孙家是好归处，就好好守着你在孙家的位置，别总盯着别人碗里的饭。黑石岭是我的地，麦苗是我的命根子。堂妹，远远看看可以，若是手伸进来，霍战的脾气你知道。姐姐放心，我只是来看看。那就慢走。他没输，至少现在还没输。林初能在黑石岭种出麦苗，必然是用了什么旁人不知道的法子。水、煤、麦种，这3样东西随便一样传出去，都足够让荒州府那些人动心。现在不能硬碰，我得回去想办法让孙秀才知道，让孙家知道，让更多人知道，黑石岭不是死地，而林初手里的东西，也绝不该只归他一个人。孙哥哥，我今日去远处的荒山寻柴，无意间走到了黑石岭附近。你猜我在那里看见了什么？那等鸟不拉屎的死地能有什么？莫不是那林初和煞星的尸骨？不，那里有水，一条挖好的水渠，源源不断的流着清水。不仅如此，我还看到霍战在砸一种黑漆漆的石头，那石头能在炉子里烧出火来，还没有呛人的浓烟。你说什么？黑石头能烧火？孙哥哥，你是读书人，眼界自然比我们这些妇道人家宽广。那黑石岭满山都是这种能烧火的黑石头，林初一个孤女，霍战一个外来的糙汉，他们守着这么大的一座宝山，却不知进献。若是孙哥哥能借着拜见百花镇书办大人的机会，将这黑石能生火的祥瑞之事报上去。婉儿，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我这就去换身干净衣裳，明日一早我便去镇上求见书办大人。林初，你的麦苗是你的命根子，那满山的黑石头是你的底气，可你别忘，在这大魏朝，没有功名，没有靠山的泥腿子，手里攥着金山也是死罪。这一局，我倒要看看你那点死力气，怎么跟官府斗。当前系统余额15点，之前启动地脉精准扫描扣除了50点，又兑换了极品高产耐寒冬小麦种子扣除了100点，确实几乎掏空了从山匪那里黑吃黑得来的家底。但这又如何？在末世摸爬滚打8年，我比谁都清楚，系统和金手指永远只是辅助。霍当家的，装好了吗？整整300斤碎煤，全挑了杂质最少、火力最旺的。只是这黑石头在咱们这儿能烧，城里的那些贵人会信吗？不信，冻死他们就信了。荒州的冬天，普通的木炭不仅贵，而且根本抵御不了这种极寒。咱们今天不是去摆摊卖煤的，咱们是去砸场子的。
这见鬼的鬼天气，买不到上好的银霜炭，大堂里冷得像冰窖，客人喝口酒都能结冰，这生意还怎么做？去，再派2个伙计去城北的炭市盯着，哪怕价钱翻1倍，也得给我买2车好炭回来。你找谁？我们这儿不施粥。掌柜的，听说你这儿缺炭，我这里有一批比银霜炭火力旺10倍，而且完全无烟的好东西。掌柜的，可有胆量试试？哼，小丫头片子，你拿几筐破黑石头来消遣老夫？这石炭有毒，烧了会死人的道理，3岁小孩都知道。赶紧滚滚滚，别在这儿触霉头！这居然真的没有烟，而且这火力，我的天，比最顶级的银霜炭还要热上数倍。我霍家的无烟煤不仅热，而且耐烧，这一盆足够你这大堂暖和整整半日。掌柜的，300斤无烟煤，10两银子，概不还价。这荒州城的第一笔买卖，你做还是不做？做，10两银子，我全包了。快去账房取10两现银来。2位贵客，先喝口热茶，暖暖身子再走。不必了，我们还有事，先走了。林婉啊，林婉，你果然没让我失望，知道借官府的事来解我的胡了。要杀了他们吗？不急，既然他们想把桌子掀了，那我们就借官府的手，把这荒州城的煤炭买卖做成合规的皇商垄断。就是他们，王捕头，那贱妇买下了黑石岭，竟敢私自盗采朝廷矿脉，还在城中非法售卖，简直是藐视大王王法！大胆刁民，敢在荒州城里犯禁，男的抓进大牢严刑拷打，女的和赃款一并带回衙门发落。你敢对官差动手，都给我上！霍战，退下。王捕头是吧？你也是在衙门里摸爬滚打的老人了，怎么会听信一个连功名都还没考上的穷酸秀上的蠢话，来断送自己一辈子的前程呢？你什么意思？王捕头，你别听这妖妇狡辩，他那黑石头不仅能烧火，还没有烟，他想独吞这笔财富。闭嘴，王捕头，这秀才说的没错，那黑石头确实能无烟燃烧，但你可知，那黑石本是有毒之物，烧之即死。整个大魏朝，除了我林初，没有任何人知道如何去除其中的毒性。王捕头，你一个月在衙门里能领几个铜板的俸禄？这10两银子，只是我刚刚在迎春楼卖了300斤无烟煤的进项。孙秀才让你抓我，不过是想抢功劳。可你想想，就算你抓了我，那黑石岭的富贵也只会落在太守大人手里，你连口汤都喝不上。但如果你现在放我走，并且引荐我见县令大人，我愿意让出黑之岭3成的干股给县令大人，再单独给你王捕头留1成。我们合伙将这生意做成荒州城独一份的皇商买卖，有衙门做靠山，有我的秘方，这可是每年成千上万两的流水。林娘子，此话当真？王捕头，你干什么？瞎了你的狗眼！林娘子乃是良善百姓，手里拿的是官府盖了红印的地契，你这刁民竟然敢诬告良民，企图霸占他人矿产！要不是看在你是个秀才的面子上，老子今天就把你抓进大牢扒层皮！滚！林娘子，您看这处理可还满意？不错，今晚劳烦王捕头安排一下，明日午时，我在迎春楼摆下一桌好酒，恭候县令大人大驾。孙哥哥，滚开！都是你出的馊主意。那林初不知道给衙妇灌了什么迷魂汤，那捕头竟然收了他的银子，反手就给了我1巴掌。失败了，官府的人竟然没有动他，不但没抓他，反倒被他用银子收买了。是我急了，他手里的底牌比我想的还深。孙秀才现在只是个空头秀才，手里没有实权，根本压不住那些贪婪的衙役。孙哥哥，是婉儿思虑不周，那林初诡计多端，咱们暂且不与他硬碰。孙哥哥，你还有1个月就要参加荒州府的秋味乡试了，哪怕是知县大人，也得对你礼让3分。奇了，当真是奇了！这黑石炭竟然真的无烟无毒，且火力比贡品银霜炭还要猛烈。若是能将此物进贡给州府，甚至押运入京，大人，属下没骗您吧？那林氏说了，愿意让出3成干股孝敬您。3成？这荒州城是本官的地盘，他区区一个难民寡妇，也配跟本官分这滔天的富贵？等会儿人来了，直接让他交出秘方和地契，若敢说搬个布，就以私采朝廷矿脉的死罪，直接就地正法。这大人，那夫人身边的男人是个急扎手的硬茬。民妇林初见过吴大人。林氏，你可知罪？黑石岭乃是朝廷荒地，
你未经府衙特批，竟敢私自开采石炭售卖，按大魏律例，本官现在就可以砍了你们的脑袋！哦，私采。大人说笑了，这黑石岭是我花真金白银从官府买下的私产，白纸黑字。至于这黑石头，大人既然想独吞，想必也知道这黑石头原本是有剧毒的吧？你什么意思？兑换微型燃爆催化粉，当前剩余点注5点。这黑石本是毒物，烧之必死。它之所以现在无烟无毒，是因为我用独门秘方对它进行了极其复杂的洗炭。大人若是不信，大可杀了我，把这黑石岭收归官府。但你可以看看，未经我秘方处理的黑炭到底是个什么下场。护驾，快保护本官！吴大人，看到了吗？没有我的秘方，黑石岭就是一座随时会爆炸的毒坟。你敢派人去挖出来烧死的就是荒州城的达官贵人，到时候你拿什么向朝廷交代？你想如何？和气生财，我给大人3成干股。大人只需盖个官印，给我1张皇商的特批文书，包揽荒州城1半的炭火供给。有了这层官家皮，我负责开采去毒。大人躺在县衙里数钱，我甚至可以向大人保证，入冬之后分到的红利绝不低于1000两白银。哈哈哈，林娘子果然是女中豪杰，本官刚才不过是试探一二。既然林娘子有此等造福荒州百姓的神物，本官自然要大力支持，笔墨伺候。林娘子，开矿招募流民也要本钱，这50两银子便算本官前期的入贺火定金。大人爽快，10日内第一批3000斤无烟煤必送达县衙。丁，检测到高纯度官银50两，是否回收充能？回收，充能成功。本次回收获得5000交易点，当前余额5005点。孙哥哥，县衙那条路既然走不通，想必是那林初给了捕头极大的好处。这荒州城县令固然大，但也不是一手遮天。下个月就是秋闱，这荒州府从京城相放历练的钦差大人，县令再大，能大过钦差吗？婉儿，你的意思是？我打听过了，钦差大人的老母亲患有极重的咳病，最受不得风寒和烟熏。如今荒州大寒，钦差大人正在四处众心求购上好的无烟炭火。那林初不是弄出了什么无烟煤吗？他一个泥腿子，就算有县令撑腰，也绝对接触不到钦差那个级别。孙哥哥，你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只要你能想办法在秋闱前拜访到钦差大人，将这无烟煤的祥瑞之事作为敲门砖，林初辛苦挖出来的矿，不过是孙哥哥你平步青云的一块垫脚石罢了。好计，婉儿，你真是我命里的福星。只要我能搭上钦差大人的线，莫说一个县令，这整个荒州谁敢不给我面子？林初，你能靠狠劲征服那些底层的兵痞和贪官，但我会让你知道，在这大魏朝，真正的权力永远掌握在上层人的手里。你的商业帝国建得越高，我借着孙秀才的筛桃子的时候就越痛快。这一世我绝不认输。系统，兑换一套古代简易矿洞支付与挖掘图纸，扣除100点，当前余额4905点，图纸已发放。霍当家的，咱们手里有钱有证了，回村招兵买马，我要让整个孙林村的流民都来给我的黑石岭打工。那是林初和霍煞星，他们车上拉的是粮，是肉。各位乡亲，大雪封山，日子不好过吧？话我不多说，我黑石岭现在要开矿，急需身强力壮的劳力，只要签了上工契，包吃2顿干的，每天再发3文钱的工签。若是干得好，月底还有肉发。包吃2顿干的，还发工钱？这大荒年的，城里大户人家招短工，连顿稀粥都不给，林娘子居然给吃干的。林娘子，我力气大，我签。霍当家林娘子，我以前瞎了眼得罪过您，我一家老小都要饿死了。都给我闭嘴！排队！过线者不收。18岁到40岁的汉子站右边，会做饭能缝补的妇人站左边，其余人退后。儿啊，一天2顿干的啊，要不你也去报个名儿，反正你在家也是闲着，去干2天，好歹给娘换口肉吃啊！胡闹！我是有功名的秀才，岂能去给那个村妇当苦力？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在官场上还怎么见人？可咱们家连下锅的米都没了。林初，你用几吨糙米和几文铜板就能让这些泥腿子对你感恩戴德，你确实好手段，但你这暴发户的坐态太惹眼了。你以为有县衙的文书就能高枕无忧？你根本不懂大魏朝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孙哥，你看这是什么？为了弄到这几块黑石头，我可是咬着牙把贴藏着的唯一一根银簪子当了，把钱全塞给了迎春楼后厨的杂役，我才换来这些东西和城里的消息。婉儿，你就为了我做到这般地步？不是为你一人，是为孙家的前程。钦差大人今日傍晚到荒州，他的老母亲有多年咳鼻，一入冬便咳得喘不上气。孙哥哥，你说他最怕什么？最怕寒气，更怕炭火的烟熏。那普通的木炭烧起来烟熏火燎，常人闻了都受不了，何况是重病在身的老夫人。但这无烟煤不同，它火力极旺，且半点烟气都没有，简直是为那老夫人量身定做的救命神物。婉儿，你的意思是？孙哥哥，你是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你带上这几块石炭去见钦差，就说这是你踏雪时偶然寻到的无毒神石，专程献给钦差母亲，拿去治咳疾。
只要钦差高兴，黑石岭归谁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林初手里那张文书倒是算什么？钦差一句话，县衙也得乖乖吐出来。好计，好计呀，婉儿，你真是我命里的福星。等我借此攀上钦差大人的高枝，这荒州城就是咱们孙家的天下。去抢吧，闹得越大才越好。你辛辛苦苦砸出来的矿山，终究只会是我凌晚往上爬的垫脚石。你就算再能打，也敌不过这大魏朝至高无上的皇权。规矩只有一条，服从霍当家的管教。偷奸耍滑者打断腿扔出去，私藏矿石者送官府发配。开工！等等，系统搜索高强度矿用开山镐。丁，为您检索到百炼金刚矿镐，高强度工业合金打造，单价20点，兑换25把。扣除500。破绽，去后面把那些火花重金托人形镐头搬出来分给他们。老天爷，这是百段精铁呀！这么好的铁器，平日里打把菜刀都舍不得，居然拿来给我们砸石头。这镐头太趁手了，一砸一个坑。有了这宝贝儿，别说没了，就算是座铁山，我也能给它挖平了。停！何人敢惊扰钦差车驾？活腻了吗？学生孙长明，乃荒州府秀才。听闻钦差大人的老夫人备受冬日严寒之苦，学生踏雪寻梅时，偶得一种无毒神石，特来进献。此时燃烧极旺，且半点不生黑烟，绝对是治疗咳痹的老夫人取暖的续命神物。让他过来，取一块试试。大人，神了！这石头真的无烟。好一个无毒神石！你这秀才献宝有功。本官问你，这等神石产自何处？储量几何？回大人，此时就在城外30里的黑石岭，满山遍野皆是。只不过黑石岭如今被一伙强悍的刁民霸占，他们企图囤积居西，对抗官府。学生恳请大人出兵，将这等神物收归朝廷。好大的胆子，在荒州地界，还有人敢私吞天赐神物！沈统领，立刻传荒州县令，带齐兵马，随着秀才去黑石岭，把矿山给本官全盘接手。胆敢阻拦者，格杀勿论。遵命。停工！全都不许动！违令者斩！林初，你没想到吧？你用肮脏手段买通县令又如何？在钦差大人的天威面前，你不过是只随手就能碾死的蚂蚁。这座黑石岭现在是朝廷的了，你这村妇还不快跪下受缚！林娘子，这不是本官不帮你，这是钦差大人的手谕，本官也无能为力啊。你还是认命吧，别让那壮汉动手，否则就是主族的死罪。统领大人，这位孙秀才既然说这无毒神石是他发现的，那我敢问一句，统领大人带回去的那些石头，可是直接拿去给老夫人烧了？自然，此时无烟极暖，老夫人用后病情大有其水。怎么，你想抢功？孙秀才，你既敢把这原矿献给钦差，那你可知，若是未经我独门秘方洗炭去毒，这黑石头燃烧时会释放出大量的致命毒烟？你胡说八道！钦差大人亲眼所见，那石头根本没有烟，你这是死到临头还在危言耸冲。丁，兑换便携式高敏度毒气显色粉，扣除5点，当前余额4500点，物资已发放。统领大人，我送去迎春楼的，以及这孙秀才顺手偷羊偷走的，都是我连夜用秘方处理过的精美，而这座山上挖出来的叫咏美。这什么味道？很好吃！统领大人，常人吸一口都会头晕目眩，若是患有咳疾的老夫人吸入，不出一炷香，便会气管闭塞，窒息而亡。孙秀才拿了我洗好的几块精煤去献宝，却根本不知道这洗炭的核心技术。如果今日你们真的杀了我，把这满山黑煤拉回去烧，那你和这位孙秀才就不是在献宝，而是在谋杀钦差大人的老母亲。这是抄家灭族的大罪！来人，把这险些谋害老夫人的刁民给本官拿下！不，大人饶命！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石头有毒啊！妈的，幸亏老子昨天没去硬抢，这女人简直是个妖怪。统领大人，黑石岭的矿我可以分一半给钦差大人，条件是这荒州城乃至以后往京城进贡无烟精煤，必须由我林初一人独家提供。我包老夫人这个冬天过得温暖如春，连咳嗽都不打一声。而且洗炭的技术，除了我，这世上再无第二个人知晓。大人是杀我取毒石，还是合作拿神物？您来选。
林娘子，请林娘子立刻随我回城面见钦差大人。这笔皇商买卖，钦差大人定了。娘，您感觉如何？好，极好。这屋子里暖和的像阳春3月，竟闻不到半点烟火气。儿啊，你这是从哪里寻来的仙家宝贝？娘这胸口半个月前头一次不堵了。林娘子，你不仅救了家母的命，更是替我大魏北地的严冬寻到了一线生机啊！林娘子，本官说话算话，从今日起，黑石岭的矿脉归你私营，朝廷抽3成利。这份文书你收好，这是本官代天子御赐的皇商凭证。整个荒州除了你林初，任何人胆敢私挖石炭，按谋逆论处。荒州县衙那边，本官会亲自去敲打。有这块御赐的护身符，这大魏的天下，你大可放手去做。多谢大人。大人，那孙秀才，那等见识短浅、险些酿成大祸的狂妄之徒，留着也是祸害。先打入死牢，等秋后发落。且慢，大人，这孙长明毕竟是有功名在身的秀才，若是直接定了死罪，恐会惹来府学那些清流文人的非议。说大人您草菅人命，不如先将他革去考试资格，关在县衙的寒牢里反省几日，扒了他的傲骨，让他尝尝挨冻受饿的滋味。等过些日子，随便找个理由发配去边关服苦力便是。哈哈哈哈！林娘子果然心思缜密，就按你说的办。留着孙秀才一条残命，就能像个无底洞一样，死死拖住林婉的精力。差爷，您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孙长明那狗东西，竟敢拿有毒的原石去毒害钦差大人的老母亲！如今他已经被剥夺了丘为资格，打入了死牢。县太爷有令，查封孙家一切家产，滚出去！有毒的原石，喜叹林初竟然藏着剧毒秘方。林初赢了，赢在他手里捏着别人偷不走的技术，我输了，输在把希望寄托在了一个自作聪明、毫无城府的蠢书生身上。孙家这条船已经沉了，我不能留在这里等死。林初，你能靠手艺做皇商，那我就去荒州府城，拿着孙秀才的名帖，去投奔他的恩师，那位荒州府学的山长。哭骂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要站在府学的人脉圈里，借着那些清流为官的手，重新在这荒州城里给自己下注。今日你赢得漂亮，连兵刃都不用，就将那狗官和秀才踩进了泥里。这世上最锋利的刀，从来不是金刚，而是人心和无法被替代的利益。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极大的考验，作为第一批贡品送往京城，光靠现在手工敲砸和水洗，绝对来不及。系统搜索古法高炉炼焦洗煤工艺图纸，包含拓修与连续燃烧技术。丁，为您检索到明清时期蜂窝连续洗焦窑构建图纸及工艺全解。该技术可大幅提高全煤去毒去烟效率，实现规模化工业量产，单价100点。兑换。丁，扣除100点，当前余额4405点。厚重的羊皮卷图纸已发放至桌面。破绽，叫上所有人，明天停工挖煤。照着这张图纸，我要在5天之内，在这黑石岭上建起3座日产1000斤的洗煤高炉。从明天起，我们要把这荒州的黑石头彻底变成滚滚流淌的黄金。下风，大风向！系统开启高炉核心温度与脱油率扫描。丁，扣除5点交易点，当前余额4400点。扫描完成。1号炉核心温度已达1000度，已达到完美炼餐出炉标准。时辰到，停风，开炉熄火。泼水，淬火。5天时间，3座高炉，第一批1000斤精煤顺利出炉。众将万岁！或看出身，只看价值。我林初做买卖，你们没有让我失望。我不出这一条，规矩和赏钱是你们这5天拼命干活应得的红利。拿了钱，吃饱肉，接下来半个月，给我把这3座高炉烧到冒火，把1万斤贡煤给我按时砸出来。
你就是孙长明的家眷，进来吧。山长大人刚讲完学，在暖阁见你。学生家眷林氏拜见山长。老夫看了孙长明的名帖，听说他前几日为了邀功，竟拿有毒的石炭去进献钦差，险些酿成大祸，如今已被革除宫盟下狱。你一个妇道人家，今日拿着他的名帖来找老夫，是想求老夫出面去县衙捞人？山长误会了，我那未婚夫君犯下大错，险些惊扰老夫人，受罚女子是绝不敢有半句怨言。只是我家夫君绝非那等贪功冒进的恶徒，那黑石岭的石炭本是他为荒州百姓寻找的过冬火种，谁知却被一个心思极其歹毒的贪婪商家盯上。那商贾仗着有去毒的秘方，不仅隐瞒了原石有毒的真相，更是在我夫君献宝时突然发难，借钦差大人的雷霆之怒，将我夫君打入死牢，自己却借机垄断了矿脉，成了高高在上的皇商。荒唐！区区一个商贾，竟敢在荒州城内翻云覆雨，那钦差也是糊涂。竟然为了几块炭火，与这种满身铜皱的奸商同流合污！山长息怒，我今日来并非为了诉苦，这是夫君下狱前拼死塞给民妇的物件，他嘱托我无论如何要立刻送到山长手中。民妇虽不知其中内容，但夫君临前长叹，说荒州的10万流民只能仰仗山长您了。这等治世之才，这等经纬之论，孙长明糊涂啊！他若有此等治世之才，何愁不能一飞冲天？竟因为几块破石头去钻谋邀功，毁了自己的一生。颜渊当然不知道，这篇策论根本不是那个草包孙孝才写的，而是我凭借重生记忆直接默写了。上一世大魏朝那位极著名的内阁首辅面对北方雪灾时写下的千古名篇，这是拿未来宰相智慧对他进行文化降维打击。好孩子，苦了你了。你那夫君虽然糊涂，但这篇策论却有大功于社稷。你一个弱女子，如今无依无靠，若是流落街头，老夫如何对得起这篇安民书？从今日起，你便暂且留在府学后院的藏书阁，做个抄书的文案吧。这荒州城内还没人敢来府学欺负你一个弱女子。林初，你在城外砸黑石，赚那点上不得台面的铜厚钱，而我已经一只脚踏进了这荒州城最核心的文官权力圈，用不了多久，这满学府的才子，甚至是知府大人，都会成为我手里的棋子。咱们的博弈才刚刚开始。卸货！林娘子，你不仅按时交出了1万斤，这成色竟比上次送来的还要精纯10倍。有了这批贡煤，本官回京复命，陛下定有重赏。钦差大人过誉了，林初既接了皇商的牌子，自然要为朝廷分忧。只是这开山洗炭耗费的人力物力极大，草民这半个月可是把家底都掏空了。林娘子的功劳，朝廷自然不会白拿。这1万斤极品精煤，本官按最高等银双炭的市价，在溢价3成收购，赏白银1000两。系统吸收500两白银充能，留一半作为现实资金周转。丁，检测到高纯度官银500两，充能成功。本次回收获得5万交易点，当前余额54400点。有了这笔天价启动资金，黑石岭就不再仅仅是个煤矿了。我要把它打造成整个荒州乃至大魏北方的重工业军工基地。山长，您举荐的那篇东镇安民书，简直是救了本官的命啊！本官按照书中所写的以工代赈之法，不仅安抚了城外的10万流民，甚至连瘟疫都被那设卡防疫的毒辣手段死死按住了。钦差大人昨日还因此狠狠夸赞了本官。顾大人，此书能救荒州，乃百姓之福。只可惜写下此等经世之才的孙长明，却是个为了蝇头手段的糊涂蛋，如今已被废了功名。老夫这心里实在惋惜啊！一模一样，这安民书的笔记为何与你这小妇人同出一辙？知府大人，山长大人恕罪，民妇该死。到底怎么回事？说。回大人，那东镇安民书并非孙长明所写，他平日里只知死读圣贤书，哪里懂什么民间疫苦、救灾防乱。那日大雪，民妇看他忧心秋闱，为了宽慰他，便将民妇在逃荒路上亲眼所见的流民之苦，结合家父生前教导的一些粗浅兵法，随笔写下了这篇草稿。民妇真的不知道他会将此篇占为己有，甚至还背着民妇去拿毒石邀功。什么？那孙长明竟敢剽窃妇人之作，以邀清明，简直是斯文败类！我大魏读书人的脸都被他丢尽了！快请起，林娘子大才，这等经纬之术，若是埋没在这藏书阁中，简直是暴殄天物。知府大人谬赞。民妇虽是女流，但也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今日见大人为流民筹款焦头烂额，民妇斗胆，有意充盈府赋，救济万民的下策。哦，林娘子快讲。如今大寒，炭火奇缺，
民妇听闻，那黑石岭的山谷林初虽然成了皇商，但他垄断了无烟精煤的秘方，在城外日进斗金，积攒了上千两白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商贾既然得了朝廷的庇护，赚取了暴利，自然该反哺百姓。大人何不以东镇之名，向黑石岭征收特许济民税？他们吃肉，让城外流民喝口汤。若他抗缴，便是为富不仁，引起民愤；若他缴了，大人府库充盈，政绩卓著，岂不是两全其美？林娘子此计甚妙。自古商贾多重利轻义，咱们这是劫富济贫，为了10万流民的生死存亡，这也是大义。好，就按林娘子说的办。本官明日便下发府令，以东镇之名向黑石岭征募钱粮炭火。林初，你用技术降维打击了孙秀才，换来了几千两银子，但我用政治的阳谋，就能让官府名正言顺的去抢你的钱。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防！城里传出消息，顾知府下了公文，以东镇的名义，要向我们黑石岭额外征收500两现银，外加每月2000斤精煤的济民税。若是10日内不交，便以煽动流民为富不仁的名义封锁我们的商道。是那个林婉在知府面前献的策，要我去城里把那女人的脑袋拧下来吗？难怪几天没有动静，原来是爬上知府的桌子去当幕僚了，玩劫富济贫的道德绑架，想用官府的苛捐杂税来耗死我。霍战，刀先收着，人家跟我们玩经济制裁，我们去杀人，格局就太小了。他们要500两，好啊，我会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捧着5000两，甚至5万两的真金白银，跪在我的黑石岭门前求我收下。系统，给我搜索古法无色透明琉璃玻璃烧制全工艺，以及毒矿岩提纯雪花岩淬炼法。丁，为您增锁到目标技术图纸与古法工艺包，总计单价500点，兑换。丁，扣除500点，当前余额53900点，图纸与核心触名包已发放。霍战，通知矿上那些汉子，分出20个人，明天带着背篓去荒州河床挖石英砂，剩下的人去西边的盐碱地挖那些毒盐块。这黑石岭的高炉既然能烧出上千度的高温，光用来洗煤简直是暴殄天物。我要在10天之内，用这极度的高温烧出让这大魏朝所有皇亲国戚都为之疯狂的绝世珍宝。林婉不是想借着知府的事来洗劫我吗？10天后，我要在荒州城开一场鉴宝大会，我要把顾知府的府库，还有林婉能接触到的所有达官贵人彻底吸干。